告诉你们，那是因为我祖上不要命的杀敌立功给杀出来的，没有他们，我方景龙的儿子和你们的儿子没有丝毫的区别。翻过了这座山，贼首米鲁就在眼前，天大的功劳就在眼前，因为他折损了数千上万的将士，糟蹋了数不尽的钱粮，抓了他便是天大的功劳。想要让你和你的儿子逆天改命吗？今天就给爷出！干他！真希望能活着回去，想看看几番娶妻生子，抱一抱孙子。这个夫人周围护卫最多，肯定就是米鲁。之前画像上也不长这样。没错，我就是米鲁，我已输了。困扰朝廷2年之久的叛乱，这个满朝君臣无不想要碎尸万段的可恶侵犯，终于拿下了。贵州很快将安定下来。就在方景龙成功捕获米鲁的时候，王氏正陷入叛军的包围埋伏中，已经被围了3天3夜。叛军是想以逸待劳，耗尽我军的精力，再把我军一举歼灭。叛军越剿越多，朝廷一再增兵，胜仗也不少，可最终贼焰反而更长，这到底是什么缘故？因为米鲁不是普通的女流之辈，这个夫人或许其富有领导能力，擅长蛊惑人心，一呼百应，暗中煽动贵州的各路土司土人跟他一起叛乱。贵州那些文武官员还从未醒悟过来，在那傻乎乎的剿匪。不愧是太子，点出了问题的关键。王氏，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将，岂会看不出米鲁在搞围城打援之计？米鲁把安顺当作鱼饵，逼他过来解围，好把他消灭。可他看破了又如何？这不是阴谋，这是阳谋啊！王氏不去救安顺，贼军就可全力攻打安顺。一旦安顺陷落，他这个巡抚承担不起如此大的责任。因此，王氏即便知道有诈，也只能硬着头皮去救。太子殿下是怎么知道的？普通人可做不到这种程度的分析啊！看奏报啊！王氏以步兵为前锋，骑兵则在侧翼，这分明是步步为营，随时应对伏兵的征法。王氏这一步棋虽是被动，实属无奈啊！不愧是太子，军事才华出众啊！如果本宫在贵州指挥，就会舍弃安顺，转而寻找米鲁，解决了他，一切就好办。哎，宫里都在传你爹临阵脱逃了，但是本宫觉得他极有可能是去寻找米鲁了。这宫里会这么想的人寥寥无几，他也太牛了吧！你爹只带了800人，口粮也只带了10日份，贵州的地形行军10日走不了多远，所以应该在这儿，龙泉寨或是石涧寨。这2个寨子都很偏僻，容易被忽视，适合躲藏，又离安顺不是太远，适合在前线遥控战事。全中！这波分析真精彩，我可是看过历史剧透的，才确定是石涧寨。太子仅凭地图和情报就能推断出这些，厉害了呀！老方，其实你爹挺幸运的，能做一个将军，百里奔袭，死得其所。本宫只恨不是你爹，否则现在本宫应当在贵州的密林里，被贼子们从密林四处袭击，本宫手提长剑，与贼杀个痛快，死了也就死了吧。与其死在宫中，不如死在战场上。被胡人或者土人将刀插在本宫的下肋，本宫的一腔热血如雨棚一般溅射出来。本宫朝天怒吼，看着身边到处是火，到处都是喊杀，是堆积如山的尸首，本宫才跪下，渐渐觉得体力不支，生命如流淌出来的鲜血，渐渐地抽离本宫的身体。在听到了最后一阵战鼓和号角之后，
本宫终于倒在了血泊里。老方，你说这样的死法？别说了，让我哭会儿。哎呦，别哭了，宝儿。哎呦，有我在，不会让这一天到来的。王氏遭遇叛军埋伏后，镇定地指挥撤离，并没有引发大面积溃败。传令，各营交替撤离，后营为先锋，前营殿后，能活一个是一个。殿后的前营士兵前赴后继，甚至以肉体抵挡叛军，尽力为撤退争取时间，战局相当惨烈。前营指挥官邓通已经注定要牺牲，临死前发出了决绝的怒吼：王氏，为什么是老子殿后？说！你们这帮孙子想从这边过，除非杀了我！你们都给我受死吧！务必把前线消息传回贵阳，不准派兵来救。贵阳绝不容许再有任何闪失，违令者斩！不！我军大后方出现新的叛军，粮道被切断。这怎么可能？我让最熟悉地形的刘千户抽调了最精锐的兵马保护粮道，而且还放出了大量斥候，怎么可能有事？因为……让我刘千户来亲自告诉你吧。我是军队的千户，更是贵州的水东土司。我们早年就归顺朝廷，也一直带兵助战，从未有过叛乱之心。可是，王氏，我刘延珍一直把你当兄弟，你们竟然想用改土归流来搞我！什么？改土归流计划泄露，水东土司起兵谋反。大部门声嘈堂，众人目光聚焦，开口打破寂静，气氛瞬间变焦，笑着大声宣告：各位别来可好，这版独特名号定要天下知晓。身为当代青年们，运用奇妙开导，一脚穿越明朝惩恶扫真奇妙，身份听翻地，到脑袋要点发票，这等离奇遭遇让我满心惊跳。百家之路奔跑，回忆句全都抛掉，父亲泪眼哀嚎，我却自在逍遥。